我们的大厨还在玩泥巴呢。门，你踹坏了得自己修。修？哼，这破地方我马上就要全部砸了重装。许晨，你脑子是不是有那个大病？你看看你扔的这些肉，你花10几个小时，废掉几百块钱的食材，就为了熬出一锅看起来像自来水的东西。这是吊汤，不懂就闭嘴。费这么大劲，一碗卖8块，你当你是搞慈善的活菩萨吗？哼！街坊们吃了几10年了，肠胃弱，吃不了任由重盐。养个屁的胃！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是流量为王的时代。你懂什么叫流量密码吗？懂什么叫年轻人的快乐吗？现在的年轻人压力那么大，要的是爽，谁要吃你这种清心寡欲的和尚饭？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赵总，货都搬来了，放哪儿？特浓牛骨高汤粉，害怕了？土包子，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叫食品科技。1勺粉就这么1小勺，兑10斤自来水，成本不到3毛钱，我能卖38。清汤寡水没人看，我要做的是地狱爆辣网红牛骨面，只要颜色够红，味道够冲，找几个网红一打卡，我们马上就能开连锁上市敲盘。赵远，你疯够了没有？面馆的招牌不能砸在你手里，你这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端上餐桌，这么吃是会吃出人命的。少拿你那套老古董理论吓唬我。今天这规矩我改定了，你不是宝贝这锅破水吗？我让你宝贝！你敢！这做的什么清汤寡水，全他妈给你倒了！不想干就滚蛋！这里不再需要你这种浪费煤气的废物了。把字签了，以后面馆赚的几百万，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聋了吗？我让你签字。你真的签了？就这么痛快？你别后悔！这种骗人的勾当，狗都不干。狗不干，我干。我要带走属于我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做清汤的核心工具，我带走了，你好自为之。开了。小许啊，今天怎么没开门？我家老头子就等着你这口汤喝药呢，出啥事儿了？让开！各位大爷大妈妈，时代变了，从今天起，许家面馆业务升级，不再卖那种清汤寡水的老人饭了。我们重磅推出地狱爆辣重金属牛骨面，吃一口灵魂出窍，吃2口返老还童。小许，这啥意思啊？那清汤面还有没有了？对不住了各位，许家面馆换掌柜了，以后我不在这儿做了。不做了，那我们吃什么？赵源，你个小兔崽子，你懂个屁的做饭！赶紧让小许回去熬汤。嫌贵嫌辣，那是你们穷，不懂欣赏。这牌匾以后只做高端生意，想吃8块钱的白开水，去隔壁街的垃圾桶里翻翻吧。没事，别生气。道不同，不相为谋。老板，白水面，连菜都没有，你糊弄谁？吃一口再说话。行啊，我看看你这水能吃出啥。这味道，我的天，这鲜香直接炸穿了我的天灵盖，灵魂都被冲飞了。吸溜，太好吃了，绝了！老板，我错了，我刚才就错了，再来10碗，不，办年卡，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汤啊？没什么神仙水，只有凌晨2点的汗水和时间熬出来的底蕴，火候不能差一丝一毫，肉露像海绵吸附杂质。这扫汤的手艺是许家几代人的心血，12个小时的慢昧，就为了这一刻的清澈。老铁们看过来！真是阴魂不散。DJ Music， 把气氛搞起来！哇塞，看到这层红油了吗？家人们，太绝了！这辣味直冲灵盖，太有灵魂了。
让一下，让一下！老板，再来一碗！排了半个小时，终于吃上了，这汤也太绝了吧！远哥，今天营业额破10万了，小意思，小意思。哎呀，远哥真是出息了，一个月30万啊！远哥带弟弟们啊，看到没？全款报10米。许晨，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什么叫商业奇才？你熬一辈子破汤，能买得起老子一个轮胎吗？许老板，这铺子地段好，人流量大。太吵了，我需要安静的地方。我一定要靠真材实料干翻赵远。小伙子，你确定要租这儿？这个破小门面，就这儿了。切，哪来的穷酸小子，敢在星耀阁旁边开小店？交易成功。哟，这就开业了，连个鞭炮都不放。哎呦喂，这锅里煮的什么玩意儿？清汤寡水，狗都不喝。什么破手艺，开什么面馆啊？这 A5 和牛简直像在吃一包黄油，太腻了。价值10几亿的单子是谈下来了，但我这胃也要废了。哦，不行了，这股松露味直冲天灵盖。呼，必须找点清淡的东西压一压，不然马上就要吐了。这是什么味道？小兄弟，你这锅里准的什么？怎么跟白水一样？这怎么可能？老母鸡、金华火腿，还有顶级的瑶柱啊，活过来了！暖流直冲五脏六腑，油腻感瞬间荡然无存。这汤到底怎么做的？我吃遍全世界的米其林，从没喝过这么干净纯粹的极品。杀鸡、熬肉、绿渣，一点笨功夫罢了。大道至简，不懂的人解释没用，懂的人一口足矣。把复杂做到极简的极致，这不是手艺，这是真正的艺术品。小师傅，你这手艺卖8块，小师傅这锅汤的侮辱。你这手艺卖8块，你收下，是对这锅汤的为轻视赔罪。这钱你收下。从今天起，这汤我每天中午包1碗。8块就是8块，多了1分不收。明天早点来，每天只卖100碗，售完即止。啊！好一个8块钱，老板有骨气。我姓李，这碗汤的恩情我记下了，明天我带老伙计们一起来尝尝。真正的效果还没开始呢。第1张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了，接下来就是属于清汤的降维打击时刻。兄弟们，吃面就吃我们许家地狱面，绝对够味儿，绝对上头。狂欢吧，爬得越高，摔得越碎。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许师傅，我带老伙计们来捧场了。去，都别挡着许师傅的光，我们在外面蹲着吃就行。这味道，老李，你昨天说这汤能洗涤灵魂，我还以为你神经衰弱了。这哪是汤，这是琼浆玉液啊！太神了！我那多年的老胃病，喝完这口居然一点都不泛酸了，胃里暖洋洋的。氨基酸和鲜味物质被提取到了极其纯粹的程度，毫无脂肪负担，这是最顶级的食疗。老板，再来1碗吧，根本不够喝呀！没搭理你们，没看到锅空了吗？100碗汤在10分钟内被这群人彻底清空。收摊儿，明天请早。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缺的是能让他们放下身段的极致纯粹。不用等我了，你先回去吧。终于排到了，希望今天能让我满意。不过1碗汤罢了。疯了，全疯了！连续1星期了，中午一个人都没有。VIP，
不好意思，预定取消，这香味太绝了。走，去隔壁排队。王总，您订的是空运鱼子酱啊！主厨，夏主厨，出大事了！外面的客人全跑了，全去隔壁买8块钱一碗的白水喝了。慌什么？那是他们不懂得欣赏艺术。白水？你告诉我，我的 VIP 放弃了空运的顶级食材，去喝路边摊的白水？这绝对是诈骗！一定是加了违禁香精或致幻剂。走，带我去揭穿这个骗子！让开，都给我让开，让我看看是谁在装神弄鬼！你就是那个卖化学药水的骗子！你知不知道这口破锅是对神圣烹饪艺术的羞辱？夏主厨，说话客气点，许师傅的清汤比你那全是黄油味的法餐强1万倍。李先生，您是被他骗了。哼哼，在法餐体系里，最高级的清汤叫做康索美，大量牛肉、蔬菜3天3夜熬煮，蛋白吸附杂质，成功率极低。就凭他一个路边破店，一口破锅，能做出高级清汤，这绝对是科技狠活。是不是科技狠活？尝一口不就知道了。不喝就滚，别耽误我洗锅。好，我就亲自尝尝你这碗化学毒药。老母鸡，金华火腿，顶级瑶柱。不对，不止这些，这火候，这过滤技术，你用的是什么材料扫汤？为什么一点油脂都没有？为什么连微米级的杂质都看不见？纯手工打造的滤网，扫汤用的不是你们法国人的蛋白，是新鲜的鸡胸肉蓉。分3次，在不同温度下锅，掐准秒数捞出。法式清汤，那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龙国菜里的吊汤，讲究的是清如水，鲜如水。你连门槛都没摸到，就跑来教我做菜。我输了。夏师傅，夏厨厨，您这是？许师傅，我能辞掉星耀阁的工作来研究这碗汤。这不合适吧？我能来给您当学徒吗？我不需要工资，只要能让我学这门手艺。我的摊位只有4个平方，站不下2个人。你体型太大，挡我光了。堂堂星耀阁行政主厨，怎么能？都吃过什么？家人们，这次真不是剧本，是实锤。我们也是受害者，之前根本不知道后厨有问题。避雷许家面馆，别再去打卡了。我们接到举报，依法对后厨进行检查。这些底料全部封存，送检。许家面馆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配合调查。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查到后厨？那些网红不是都收了钱吗？不能接，现在接就完了。市中心惊现天价白开水，许晨。许晨，你凭什么？哦，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碗白开水怎么可能让富豪排队？一定有东西，一定是汤里有东西。许晨绝对在汤里加了最猛的致幻剂，
只要我揭穿他，我就能翻身。家人们，进现场直击这个天价白开水。如果汤里真有东西，那就不是食品安全，是刑事问题。这刑事问题，匿名举报，谁也查不到我头上。许晨，你别想一个人干干净净的上岸。今天没煮面，用扫汤剩下的极品鸡肉蓉给各位做了个简单的鸡豆花。许师傅，这可是川菜里的顶级非遗，吃鸡不见鸡，入口即化呀，太绝了！许师傅，这条后巷太小了，不如我投资，我们买下整条街，扩大规模。不用了，规矩就是规矩。家人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就是那个卖8块钱白开水的黑心作坊。家人们，今天我们来揭秘黑心商家。都不许动，接受检查。接受检查。什么老母鸡熬汤，全都是骗人的。他这锅里绝对加了大量的致幻剂。同志，快把这锅毒汤封存化验，把他抓起来。你们怎么都不动？不害怕吗？这位年轻人，你打扰我用餐了。今天真是开眼界了，吃个夜宵也能碰上疯狗。李先生、张院长，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人聚众吸食。吸食什么？吸食我们龙国最顶级的非遗美食吗？你们局长的胃病，还是我上周开的药，他都没资格喝上许师傅的一口汤，你们倒是跑来查封了。不，他一定放了药，凭什么一碗白开水能卖得这么火？他凭什么？就凭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你侮辱我也就算了，你居然敢侮辱许师傅的艺术！你知不知道让汤液达到分子级别的纯净需要多么严苛的火候和极品的食材？我在旁边剥了1星期的蒜，连这口锅的边缘都没资格碰。你这种只会往粪池里倒香精的垃圾，也配质疑许师傅的清汤？我操，这不是星耀阁的主厨吗？我的天哪，这颜色！队长，这汤里没有任何违规成分，氨基酸高的惊人，这是绝对零添加的极品高汤啊！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彻底输了。你叫赵远是吧？这几天到处找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涉嫌非法添加违警方连锅端，其面临起步10年的刑期及巨额赔偿。把这辆车拖走，资产全部冻结。完了，老许家的招牌都要被拍卖了，我们以后吃什么呀？老许家的根，我今天必须带回去。名声都臭了，连去别的饭店打工都没人敢要，这日子没法过了。许家面馆及铺面起拍价250万。流拍了，老祖宗的基业全完了。300万。许晨，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他不是被净身出户了吗？这300万是我在4平米的档口1碗8块钱干干净净熬出来的，我要堂堂正正的赎回老许家的魂。300万1次、2次、3次，成交！恭喜这位先生。小陈啊，等一下，舅舅就知道你是个干大事的。赵远那个畜生差点把我们都害死了，现在面馆你拿回来了，太好了，咱们还是一家人。明天我们就回店里上班，保证好好干。回店里上班？可以。太好了，小陈果然顾念亲情。你放心，以后后厨你说了算。等我把话说完。第一，许家面馆不再是家族企业，这上面是劳务合同，试用期3个月，底薪2800，想干的签字。2800，这连要饭的都不如啊！第二，从明天起，面馆恢复每天凌晨3点备菜，必须跟我去挑食材，迟到1分钟扣半天工资，迟到3次直接开除。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谁敢在后厨让我看到一包哪怕是半成品的调料包一点点食品添加剂，我会直接报警，按商业投毒处理。
听懂了吗？小陈，你这要求也太绝了，2800底薪，还要凌晨3点起床，这是把我们当牛马使唤啊！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干，以你们跟着赵源搞科技狠活的履历，去试试看，有没有人敢雇你们。等等，我签！哎，签吧，总比饿死强。规矩从这一刻起彻底立下了。小许，这汤还是原来的味道吗？大妈，尝尝看。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老许家的魂儿终于回来了。排队，都排好队。李总，往后退一步，不要插队。嘿，那个开法拉利的，把车停远点，尾气影响空气质量，会破坏汤的口感，懂不懂？哈，痛快，这钱花的值。王海，你们云州集团来这里干什么？懂不懂规矩？许师傅，睁大眼睛看看。许师傅，手中作坊的时代结束了，你每天只能熬100碗，而我们能用 AI 复刻成分比例。我们的 AI 色谱清汤，味道相似度达到99.99%，一周当量产10万份，铺满全国。放弃非遗，把品牌授权给我，这5个亿是你的了，否则我会彻底粉碎你。5个亿，精准的数据不等于味道，机器做的水永远是死水。咱们非遗大会见，一大会见。现在进行非遗终审。老母鸡的纯，火腿的香，居然被提纯得如此精确，味道极其稳定，没有任何杂味，这确实是工业技术的奇迹。各位评委，请用。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汤里的鲜味怎么是活的？这是老夫吃的最美味的汤面。AI 色谱仪能测出我汤里的氨基酸比例，但它算不出时令。现在是初冬，寒气重，我在汤底里微调了老陈皮的比例，少1分清凉，多逼出1分暖意。汤是给人喝的，人的肠胃会随着4季变化。机器做出来的恒定绝对值，那叫营养碎，不叫饭。我的汤里有岁月的火候，有顺应天时的温度，这是你们的冰冷机器永远算不出来的变数。我不信，我的机器怎么可能输给一个人？我不信！我输了。现在我宣布，本次非遗最终评审的冠军是许晨。许师傅，希望以后你能继续将龙国美食发扬光大。苦的，全都是苦的。安静点儿，看新闻。昨日，本市许家面馆主理人许晨凭借9层过滤扫汤法，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哎呦，今天这老街怎么跟地震了似的？让让，都往后退！哎呦，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懂不懂先来后到，排队去后面啊！后面，那是给那些没见过世面的暴发户排的。30年了，老家伙，你的心血也不过如此。你留下的这块牌子，居然沦落到卖8块钱1碗的泔水的地步，真是丢尽了许门列祖的脸。
陈明，30年了，你居然还脸回来？哎，快还钱！怎么不认识你师兄了？陈明，许家面馆不欢迎贼。你叫我什么？带着你的人滚出这里！哈哈哈哈哈哈！贼，成王败寇，谁有钱谁就是正统！哈哈哈哈哈哈！许晨，许晨，几年不见，你还是跟你那个死鬼爷爷一样，轴得让人恶心。我今天不是来吃你这破面的，我是来通知你，龙国传世美食巅峰赛的终审你不用去了，因为金鼎集团已经以许氏清汤正宗传人名义申报了。你放屁！当年你偷东西跑路，整条街谁不知道？你算哪门子正宗传人？哼，聒噪！就凭你们这些吃8块钱白水面的穷鬼，也懂什么是正宗？什么是正宗？许晨，你所谓的清汤，就是用普通的散屎鸡、火腿和摇断，成本低廉，做法粗鄙。你这种做法根本不配去申请龙国传世美食。而我金鼎集团的御膳极品清汤，用的是长白山的百年野山参、极品三头鲍以及澳洲空运的帝王蟹肉来扫汤。我这一碗汤的造价就超过3000块，你拿什么跟我比？真正的评选审核组明天就会到本市进行暗访。我今天来是给你留最后一点体面，把你手里那套9层极细过滤网交给我，并在媒体上公开承认，你许晨只是许家的旁支，我陈明才是正统。乖乖听话，我不仅给你留这间破面馆，还可以施舍给你1000万。如果不交呢？不交，那明天审核组面前，我会当着全城媒体的面，把你的8块钱清汤踩进泥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许晨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金鼎集团的陈总是吧？好大的口气！许师傅的汤能洗涤灵魂，岂是你用几只鲍鱼就能比的？李总，我知道你们这些富豪平时山珍海味吃腻了，喜欢来这里猎奇，但传世美食评选不是儿戏，看的是文化底蕴和食材的极致。许晨每天凌晨用鸡胸肉剁成肉蓉扫汤，这种老掉牙的手法，就算把汤滤得再清，也掩盖不了食材本身的廉价。而我的机器高压萃取配合顶级海鲜，纯净度早已超过了它。哼，好自为之吧。许晨，明天上午10点，我会带着评选审核组的专家来你的面馆。许师傅，陈明这次绝对是有备而来。我听说他不仅砸了重金包装他的御膳清汤，还请了京城餐饮界的几位泰斗来给他站台。他这是要用资本和顶级食材对你进行降维打击啊！李总，您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爷爷宁愿让他把秘方偷走一半，也没有去报警抓他吗？为什么？那可是许家的命根子啊！因为那半卷秘方上写的全是极其名贵的食材配比。陈明以为他偷走的是精髓，其实他偷走的只是老许家用来糊弄外行的皮毛。明天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观众朋友们，万众注目的传世美食对决即将开始！快看，那是京城的孙老，餐饮界的泰山北斗啊！开火！我的天，这味道太霸道了，这得多少钱啊？哈哈哈！
许晨，你是不是已经被吓疯了？你连老母鸡都买不起了吗？打算用白开水煮白菜来对阵我的顶级海鲜？你当专家们是来你这里吃牢饭的吗？这简直是胡闹！许师傅，我们知道你追求大道至简，但大道至简不是敷衍了事。你如果不尊重这次评选，我们可以立刻取消你的资格。世人只看表象，谁懂什么是真正的鲜？真正的清汤清如水，鲜如水。陈明的汤是用极端的鲜味物质强行轰炸味蕾，那不叫熬汤，那叫掠夺。嘿！那是什么？这是霜降浴血胆。这东西不是早在10几年前就绝迹了吗？怎么可能还有？所有的生命力和大地精气全都被逼进了最中心的这颗菜山里。这一颗菜胆汇聚的氨基酸和鲜味物质是一只普通老母鸡的100倍。陈总，你的海鲜确实昂贵，但那是俗鲜，而这颗菜胆是真正的雅鲜。在你面前，你那锅东西就像暴发户脖子上的大金链子，粗俗不堪。好清爽的味道，这感觉就像在山里呼吸一样。不可能，我筹划了这么久，绝对不能输给一颗白菜。装神弄鬼！白开水煮白菜，没有肉类油脂的乳化，我看你拿什么让汤变鲜？快把我们的御膳极品清汤端给各位专家！醇厚浓烈，陈总，你这碗汤在商业连锁领域确实已经是无可挑剔的天花板了。哈哈哈哈哈！听到了吗，许晨？我的汤是天花板，你那锅洗脚水现在倒进下水道还来得及。收火出汤。孙老，您怎么了？是不是这汤里有毒？闭嘴！你懂什么？这碗汤里有生机。海鲜再鲜，终究是死物。但许师傅这碗汤入口的瞬间，就像是万物复苏，春风化雨。太可怕了，没有一丝肉味，却鲜得让人连舌头都想吞下去。这才是龙国清汤的最高境界，大音希声，大道无形。跟许师傅的汤一比，陈明那碗简直就是油腻的味精水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的3000块怎么可能输给一颗破白菜？许晨，你别高兴得太早。各位专家，他这锅汤是毒药，吃多了会死人的。陈明，你疯了吗？输不起就血口喷人。我没有血口喷人。许晨，你千算万算没算到我在你的水里动了手脚吧？昨天半夜，我把高浓度的枯木胆倒进了你后院的这口老井里。枯木胆？许师傅，他说的是真的。你这个畜生，为了赢竟然投毒！投毒？谁看见了？环卫工拿了我的钱，早就坐飞机出国了。夏伦，把这段投毒的自传交给警察。陈明，30年前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爷爷不知道是你偷的残卷？那半卷秘方上记载的霜降浴血胆性极寒，如果只用普通的井水去煮，鲜味会让根本脾胃激发不出来。想要彻底激发浴血胆的极致鲜味，就必须用一种同样极苦极寒的物质去以毒攻毒，进行中和反应。而这种用来中和它的最佳物质，正是你昨晚倒进我井里的枯木胆。你早就知道我会投毒。多亏了你昨晚翻墙荼毒，帮我补齐了这道非遗名菜的最后一块拼图。陈总，真是费心了。原来如此，苦尽甘来，剥离出了最极致的鲜，绝妙。
简直是神乎其技的烹饪哲学。不许动，靠起来！许晨，你别以为你赢了，金鼎集团背后是京城的九龙使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许家面馆迟早要被夷为平地。你就是许晨，许晨，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当年只不过是我们九龙石坊专门负责烧火的杂役。当年你爷爷偷学了我们九龙使馆开水白菜的皮毛，陈明那个蠢货偷走的不过是残次品中的残次品。我今天来是代表九龙师傅收回你这块窃取来的招牌。你所谓的极品清汤，在真正的皇室御膳面前就是个笑话。说完了就让开，别挡着我做生意。我的汤一碗只卖8块钱，攀不上你们皇清系的高枝。许晨，九龙石府看上的东西，你守不住。你信不信？只要我一个电话，你这里的面粉、水源，甚至连一根葱都送不进来。你大可以试试。好，有骨气。听说就连米其林主厨都给你打下手，你真觉得自己的清汤天下第一了？许老板，这局不好接呀。那我们打个赌，九龙石厅最出名的不是菜，而是玉龙银丝面。我们就比最基础的面条。如果你赢了，九龙使馆从此绝足江南，这张100年前的地契我当场撕了。如果你输了，许家面馆并入九龙使馆，你给我回京城烧火。龙岩这是拿自己的长处打你的短处。接了，就在这儿，现在。可他还是接了。里面最见基本功。塞极极寒之地，1年只产1季的冰湖血脉，用长白山天池的泉水，配合3只散养绿头野鸭蛋清火面。揉面靠的不是表演，是力道。切得再整齐，也不过是功在神龛上的标本。阳春面的魂，在骨不在表。粗制滥造的残次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什么叫汤面交融？出锅了，哼，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御膳。这金刀切出来的面，表面极其光滑，这手艺无愧御厨之后。严老好品味，许晨，听到没有？这才是艺术。许师傅，你这面比起龙师傅的，实在是不够顺滑呀。确实没他那个好。许晨，你拿这种粗制滥造的残次品来跟我比，你输了！滚回京城给我烧火吧！残次品，各位，面吃完了，现在请喝一口汤。这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浓郁的鲜香是怎么回事？龙岩，你的面确实完美，光滑如镜，但正因为太光滑，汤汁根本挂不在面上，吃下去的汤是汤，面是面，貌合神离。表面微小的缝隙是面条的呼吸孔，才能吸满的精华。阳春清汤面是劳动人民早食的魂，不是你华而不实的标本。老朽今天才明白，什么叫返璞归真。你这碗面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许晨，
你给我等着！哼，许晨，山水有相逢，九龙石棺，记住你了。好了，热闹看完了，热闹看完了。今天加料不加价，要吃面的赶紧排队喽！不管外面是资本的风暴，还是京城的御厨，只要这锅汤还清澈，这里就是永远的归宿。各位慢走，准备打烊了。老板，来碗清汤面，不加葱，不加蛋。好嘞，稍等。一滴陈年秋实醋，一桩焦香白胡椒，这是当年宫廷里老太监们为了掩盖预防盛汤里的腥气，专门调配的改胃散。懂这种吃法的，全龙国不超过3个人。你是九龙石府的什么人？许晨，你比你爷爷聪明，也比他狠。老朽龙在天，九龙石府现任掌门人。您亲自大驾光临，就是为了往我这碗8块钱的汤里滴醋？当年你爷爷是我父亲最得意弟子，论辈分，我还要叫他一声师兄。那为何我爷爷要离开京城隐姓埋名？因为理念不合。九龙石府有一锅传了100年9路九龙老汤，那是我们的立殿之本。当年你爷爷认为那锅老汤虽然鲜美，但长年累月的熬煮已经让汤体垫了太多的造毒。他主张用极简的扫汤法将老汤彻底推倒重来，滤去所有杂质，但我父亲拒绝了。老汤是九龙的命脉，怎么可能轻易倒掉？你爷爷负气出走，带走了扫汤的绝技，这才有了你今天的许家清汤。许晨，我今天是来求你的。九龙师徒那锅100年老汤，快不行了。死汤？对，杂质和嘌呤积累到了极限，最后那锅汤开始发酸发臭，甚至出现无法去除的腐败味。请了国外的紫料理专家，都无济于事。如果不救活这锅汤，下个月的国宴竞标必败无疑，九龙使馆100年的金字招牌就要毁于一旦。只要你带着扫汤法回京城，数字你随便填，我甚至可以宣布你许晨就是九龙石棺下一任掌门人。你笑什么？觉得我在骗你？100年老汤发酸发臭，龙在天，真正用纯骨血熬制的老汤，怎么可能出现腐败味？让我猜猜看，这大半年来，你们九龙石府的顶级包间里，是不是经常有食客抱怨吃完后肠胃不适？为了压制异味，你们往里加了过量谷盐酸钠提取物、海鲜香精，甚至还有化学药剂。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闻得出来？那锅汤不是不行了，是被你们用工业香精给毒透了。你今天来根本不是为了救汤，你想让我回去对外宣称是我许晨毁了老汤，你想让我去给你当替罪羊，做梦！许如海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不孝孙？国宴竞标，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过得了初雪。许师傅，九龙石府的人脉通天，咱们扛不住啊！通天，老许家的规矩只认火候，不认天。李总，帮我报名国宴竞标，我要把九龙石府的遮羞布彻底撕碎。许师傅，出事了！天大的事儿！慢慢说，天塌不下来。九龙师傅下死手了，龙在天动用了京城的关系网，发了行业封杀令。现在全省的供应商连一根葱都不卖给你，咱们明天怎么办？预料之中，预料之中。不仅如此，你来看看这个，一滴水都没有，他们连活路都不给留啊！无米无柴无水。明天的初选，你拿什么去比？拿命吗？李总，天无绝人之路，帮个忙，把这些抬上车。这是什么？这么沉？难道是你提前托人囤的老母鸡和火腿？不是鸡，是冬瓜，最便宜、最不起眼的晚秋老冬瓜。冬瓜连一滴水都没有，你怎么熬？干烧吗？草木皆含水。明天我会教京城的人什么叫真正的借水化汤。请各位参赛选手有序进入备战区。这阵仗就是用来埋葬我的坟墓吗？可惜我命硬。哟，这不是许家面馆的许大厨吗？听说你店里昨天连洗碗的水都没了，今天这国宴初选，你该不会打算给大家表演生啃摆白菜吧？好人不挡道，走开！你找打，还敢狂！等会儿看你怎么输在灶台上！今天你那破灶台，要是能点得上火，算我输！喂，那个提木桶的，你的位置在9号灶台，赶紧的！
国宴初选正式开始。都睁大眼睛看好了，这才是御膳的底蕴。天哪，哇，好霸道的肉香！哼，这可是顶级的雪花和牛。许晨，闻到这富贵的味道了吗？没气，果然在燃气上动手脚了。龙在天，你也就这点下作手段。9号选手，设备自检是厨师的基本素养。你的灶台10分钟前生不出火，按弃权处理。黑幕，绝对是黑幕！许晨，没火没水，我看你怎么熬你的破清汤。谁说熬汤就一定要用灶台里的火？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老祖宗的智慧。不仅不需要火，我今天连一滴外界的水都不加。许晨，你往赛场带了什么化学违禁品？保安上去查验，快！无知，这是生之灰。宋代军营行军打仗，无柴无灶，全靠它。那是什么？疯了！你这是用炸药做菜吗？逼出冬瓜的骨髓，这才是真正的借水化汤。陆地的清甜与海洋的极致鲜美，在此刻生死交融。好香！这是什么味道？竟然把和牛的香味都压下去了。请品鉴我的素底清汤。此等手笔，此等心性，难道是那个人的传人？顾老，您尝尝我的龙腾金汤，许晨那碗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唐雷，你知道为什么最高规格永远是开水白菜，而不是你这碗大鱼大肉吗？你的汤用料太狠，大人物需要的是洗尽其华的清流。而许师傅这碗汤断水断火，绝境鲜鲜，才是大国工匠的底蕴。全绿灯，满票晋级！老许家的刀鹰从来都在绝境里磨出来的。回去告诉龙在天，下个月金华国饭馆，我会亲自扒下你们那层虚伪的龙皮。断水断火还能让他用石灰翻盘，真是没用！师傅，是那小子太邪门了。下个月国宴终审的主题，我已经动用关系定下来了，4个字：盛世乾坤。盛世乾坤，那必须用最顶级的真熏海泪。许晨那清水煮白菜的把戏，在这个主题面前就是大不敬。没错，我要让他知道，在京城的规矩里，没钱就是原罪。去，开启地库，把那尊龙骨请出来。这次我要亲自下场，让他死得明明白白。京城，我爷爷没走完的路，我来走到底。你不该来京城。龙在天把百年金丝环鱼骨都请出来了，你用清汤应战，是在拿鸡蛋碰石头。魏老，盛世乾坤可不是靠铺张浪费堆出来的。既然他想比富贵，那我就教教他什么叫真正的富甲天下。小子，我今天绝对不会让你笑着回去。那我拭目以待。老爷子，请上灶。哼，这是盛世乾坤，你拿一块破萝卜来糊弄赏？这里不是你们南方的灾民救济所。食材有贵贱，手艺无高低。龙老爷子，别废话，手底下见真章吧。这香味儿，简直是皇室重现。繁华落尽见真纯，我的刀要切开这世间所有的污浊。小伙子，这汤未免太素净了吧？首长，大鱼大肉是物质匮乏时代的追求，真正的盛世乾坤是海耀江清，天下无尘。这是什么刀工？好一个海晏河清，好一个天下无尘。首长，他故弄玄虚，一碗萝卜水怎么可能比得上我百年的金丝黄鱼骨？我这碗汤名叫进口，各位评委，喝完我的汤，请回头再喝一口阿龙在天的盛世金汤。你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意思？不敢吗？你那锅老汤里到底加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再喝一口，立刻原形毕露。首长，你没事，别碰我！这是什么东西？刺鼻的金属腥味，化工香精的劣质甜味，你们居然敢在国宴上给评委吃化学调料！这味道简直像兑了糖精的生锈铁水，恶心至极！
不是这样的，这是误会，是他的汤有问题，是他在汤里下了药，抓他啊！龙在天，30年前，我爷爷因为不愿意跟你同流合污，用化学香精去粉饰一锅烂汤，被你逼走江南。今天，我用老许家最干净的一碗清水，扒下了你这身虚伪的龙皮。九龙石坊完了，你的盛世乾坤彻底烂在骨头里了。龙在天，我们掌握确凿证据，你使用违禁化学合成香精，涉嫌食品安全法，现在依法传唤。我的百年招牌，我的盛世乾坤，结束了。老许家的规矩从来不靠弄虚，涉嫌非法添加违禁物质致人中毒，还涉嫌恶意报假警、诽谤他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你明明什么都没加，为什么？因为食物和人一样，靠包装和刺激带来的繁荣，一戳就破。只有剥离掉所有伪装的真材实料，才能硬扛时间的火候。戏看完了，很晚了，各位，明天一早我还要去挑散母鸡，恕不远送。许师傅，受教了，明天我再来排队。据悉，嫌疑人赵远背后的黑作坊已被警方连锅端。